创业维艰是由埃里克莱斯 Eric Rice 所著的一本关于创业的畅销书。他提出了许多创业过程中的核心理念和方法，强调了迭代、学习和快速适应市场的重要性。以下是书中的一些重点概念。精益创业，书中强调了精益思维及通过最小化浪费，专注于提供价值，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和工作量。创业者被鼓励不断学习、测试和调整。MVP Minimum Viable Product 提出了 MVP 的概念，即最小可行产品。这是指在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之前，首先推出一个具备基本功能的产品，以便更早地收集用户反馈和验证假设。构建、衡量、学习。作者强调了一个循环，即构建一个产品，衡量市场反馈和数据，然后学习并进行相应调整。这个循环帮助创业者迅速适应市场需求，并减少失败的风险。持续部署，强调了持续部署和快速迭代的重要性。通过频繁的小规模发布，创业者能够更快地了解用户对产品的反应，并及时进行改进。创业试验提出了通过设计和执行创业试验来测试假设的概念，这有助于创业者快速获取关键信息，减小不确定性。创业生态系统强调了创业公司应该看作是一个生态系统，而不是独立的实体。与投资者、合作伙伴和顾客建立良好的关系对于创业公司的成功至关重要。持续创新，书中鼓励创业者在产品推向市场后仍然保持创新的动力，不断学习、适应并进行改进是成功创业的关键。本质性学习，通过实践中的反馈和数据强调了本质性学习的概念。这是指不仅要获取表面的信息，还要深入了解问题的本质。这些是创业维艰中的一些关键概念。这本书对于创业者提供了实用的方法和策略，帮助他们更有效地管理不确定性，最大限度地提高创业成功的可能性。精益创业是创业维艰中的核心理念之一。它强调通过最小化浪费，专注于提供价值，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和工作量来进行创业。以下是关于精益创业的一些详细描述。最小化浪费，精益创业鼓励创业者关注于真正为用户创造价值的事物，避免投入不必要的资源和时间。这包括减少不必要的功能、复杂的流程以及其他可能导致浪费的因素。专注于价值创造，创业者被鼓励将重心放在为用户提供真正价值的方面，通过不断关注用户需求和反馈，确保产品或服务的特性与市场需求相匹配，从而确保每一步都是为了创造用户认可的价值。迭代和改进，精益创业强调持续的迭代和改进，创业者不应该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一次完美的产品发布上，而是通过不断试验和调整，逐渐改进产品以满足市场需求，快速适应市场。精益创业提倡对市场的快速适应，创业者应该能够灵活地调整战略，以响应用户反馈和变化的市场条件，而不是过度执着于既定计划，消除不必要的环节。创业者应该审视整个价值链，删除不必要的环节，减少浪费和复杂性。通过保持简洁，创业者能够更高效地运营，更灵活地应对变化。构建最小可行产品 MVP， 精益创业强调推出最小可行产品 MVP， 即在产品中包含最基本的功能，以便更早地推向市场，收集用户反馈，验证市场需求，
而不是等待完美的产品。学习和改进文化，精益创业鼓励建立学习和改进的文化。创业者和团队应该愿意从失败和错误中学习，将这些经验用于不断提高产品和业务。总体而言，精益创业是一种灵活、实用的方法论，其目标是帮助创业者更有效地管理资源，减小不确定性，并最大程度地提供用户价值。最小可行产品 （Minimum Viable Product）， 简称 MVP， 是创业维艰中的一个关键概念。它强调在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之前，推出一个具备基本功能的产品，以更早地收集用户反馈和验证创业假设。以下是关于 MVP 的详细描述。核心理念 MVP 的核心理念是快速验证创业假设，了解市场需求，并在最短时间内获取用户反馈。创业者通过提供一个最基本的产品版本，可以更早地发现问题，获取学习，并在后续版本中进行改进。最小功能级 MVP 不是完整的产品，而是包含最小功能级的产品，它只包括必不可少的功能，足以满足用户的基本需求，以便能够推向市场进行测试。快速迭代，推出 MVP 后，创业者应该快速迭代，通过不断收集和分析用户反馈，团队可以更迅速地调整产品，适应市场需求，减少失败的风险，降低风险。MVP 有助于降低创业项目的风险，通过在早期阶段识别潜在问题，创业者可以避免投入过多资源在一个未经验证的方向上。用户验证，推出 MVP 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获取用户验证。通过观察用户的使用情况和反馈，创业者可以更好地了解用户真实需求，而不仅仅是基于假设。节省资源， MVP 的推出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开销，创业者可以通过专注于最关键的功能，避免在尚未证明其价值的部分上浪费过多的时间和资源。市场测试 MVO 允许创业者在真实市场环境中测试其产品概念，这种实际的市场测试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目标用户的需求和反应。学习机会，推出 MVP 不仅是产品测试的机会，也是学习的机会。创业者可以通过观察用户行为和市场反馈，获取宝贵的信息，为未来的发展做出更明智的决策。总体而言， MVP 是一种敏捷的方法，通过在最早期的阶段提供最基本的产品版本，帮助创业者更快速、更有效地进行市场验证和产品改进。构建、衡量、学习是创业维艰中一个关键的循环过程，用于帮助创业者迭代、学习并不断改进他们的产品或服务。这一过程强调了持续性的循环，让创业者能够逐步提高他们的理解，减小不确定性，最终实现成功。以下是这个循环的详细描述。构建 Build， 这一阶段着重于构建产品的最小可行版本，即 MVP。 在这个阶段，创业团队努力将想法变为实际的产品，关注基本功能的实现，并尽可能快地推向市场。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产品，而是一个能够展示核心功能的初步版本。衡量 Measure， 推出产品后，创业者需要积极收集有关产品性能和市场反馈的数据，这可能包括用户行为分析、用户反馈、关键性能指标 KPI 等。衡量阶段的目标是理解用户是如何使用产品的，产品在市场上的表现如何，以及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。学习 Learn，
在衡量阶段收集的数据和反馈为学习阶段提供了基础。创业者应该仔细分析这些信息，从中学到宝贵的教训。这可能涉及到调整产品功能、改变市场策略，甚至重新定义产品的核心价值主张。学习阶段的目标是深化对市场和用户需求的理解，并为下一轮构建提供更明确的方向。迭代和再次构建，基于在学习阶段获得的见解，创业者可以对产品进行调整和改进。这可能涉及修改功能、优化用户体验，或者甚至重新定义产品的方向。这个过程是一个循环，通过不断的迭代、构建、衡量和学习，产品逐渐演进并适应市场需求。循环反复，构建、衡量、学习循环是一个连续反复的过程。每一轮循环都使团队更接近了解用户需求、产品市场适应性和成功的关键因素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个循环不断加速，使创业者能够更快速地适应变化，提高产品质量，并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。通过构建、衡量、学习的循环，创业者能够更灵活、迅速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，从而提高他们的创业成功机会。持续部署是创业维艰中的一个重要概念，它强调通过频繁、自动化的方式将新的软件功能或更新快速地交付给用户，这有助于创业者更快速地获取用户反馈，快速迭代产品，并降低发布新版本的风险。以下是关于持续部署的详细描述。频繁交付。持续部署的核心思想是频繁地交付软件更新或新功能。相比于传统的周期性发布，持续部署通过自动化流程，使得创业者可以更加灵活地将改进的版本推向生产环境。自动化流程。持续部署依赖自动化工具和流程以最小化人为干预，这包括自动构建、测试、部署等环节。通过自动化，可以加速整个开发到部署的过程，减少手动操作引入的错误。快速反馈。持续部署使得创业者能够更快速地获得用户反馈。当新功能被部署后，团队可以迅速了解用户的反应，从而更快地调整产品，满足用户需求。小批量交付。持续部署鼓励小批量、小规模的交付，相对于大规模的功能更新，小批量交付有助于降低风险，使得问题更容易被识别和解决。敏捷开发。持续部署与敏捷开发方法相辅相成，它使得敏捷开发中的迭代、快速响应变得更为实际。通过更频繁地部署新功能，创业者可以更灵活地适应变化的需求，降低发布风险。通过频繁小规模的发布，持续部署可以降低发布新版本的风险。由于每个发布的改变都相对较小，问题更容易追踪和修复，减少了整体系统崩溃的可能性。持续学习。持续部署的过程不仅仅是软件交付的手段，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机会。通过不断部署并观察用户反馈，团队可以更好地了解用户需求，改进产品。总体而言，持续部署是一种促进敏捷开发和快速迭代的方法。通过自动化和频繁的小规模交付，使得创业者更能够适应变化，降低风险，并不断提升产品质量。持续部署是创业维艰中的一个重要概念，它强调通过频繁、自动化的方式将新的软件功能或更新快速地交付给用户，这有助于创业者更快速地获取用户反馈，快速迭代产品，
并降低发布新版本的风险。以下是关于持续部署的详细描述。频繁交付。持续部署的核心思想是频繁地交付软件更新或新功能。相比于传统的周期性发布，持续部署通过自动化流程，使得创业者可以更加灵活地将改进的版本推向生产环境。自动化流程。持续部署依赖自动化工具和流程，以最小化人为干预，这包括自动构建、测试、部署等环节。通过自动化，可以加速整个开发到部署的过程，减少手动操作引入的错误。快速反馈。持续部署使得创业者能够更快速地获得用户反馈。当新功能被部署后，团队可以迅速了解用户的反应，从而更快地调整产品，满足用户需求。小批量交付。持续部署鼓励小批量、小规模的交付，相对于大规模的功能更新，小批量交付有助于降低风险，使得问题更容易被识别和解决。敏捷开发。持续部署与敏捷开发方法相辅相成，它使得敏捷开发中的迭代、快速响应变得更为实际。通过更频繁地部署新功能，创业者可以更灵活地适应变化的需求，降低发布风险。通过频繁小规模的发布，持续部署可以降低发布新版本的风险。由于每个发布的改变都相对较小，问题更容易追踪和修复，减少了整体系统崩溃的可能性。持续学习。持续部署的过程不仅仅是软件交付的手段，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机会。通过不断部署并观察用户反馈，团队可以更好地了解用户需求，改进产品。总体而言，持续部署是一种促进敏捷开发和快速迭代的方法。通过自动化和频繁的小规模交付，使得创业者更能够适应变化，降低风险，并不断提升产品质量。创业生态系统是创业维艰中一个重要的概念，它强调创业公司应该看作是一个生态系统，与投资者、合作伙伴和顾客等各方之间形成复杂而相互关联的网络。以下是关于创业生态系统的详细描述。多方合作。创业生态系统涉及到多方之间的合作，创业公司与投资者、合作伙伴、顾客等形成紧密的关系，共同推动创业公司的发展。投资者关系。投资者在创业生态系统中发挥着关键作用，创业者需要与投资者建立紧密的关系，通过融资获得必要的资金支持，并从投资者那里获取战略性的指导和支持。合作伙伴关系。与其他公司和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对于创业公司至关重要，这可能包括与供应商、分销渠道、技术伙伴等的协作，以扩大市场份额，提升产品质量或实现其他战略目标。顾客关系。创业公司需要建立稳固的顾客关系，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或服务，积极倾听顾客反馈，并与顾客互动。创业者能够建立起忠诚的顾客基础。创业社群。创业公司在创业生态系统中通常与其他创业者、初创公司形成社群，这种社群可以提供互相支持、共享资源和经验的平台，促进共同的学习和成长。政府与法规。创业生态系统还受到政府和法规的影响，政府的支持政策、法规的变化都可能对创业公司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。创业者需要了解并适应这些环境因素。创新和知识传播。创业生态系统是一个创新和知识传播的场所，在这个系统中，创业者可以通过与其他公司、
研究机构等的互动，获取新的思想和知识，从而促进创新。生态系统健康。创业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创业公司的成功密切相关。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能够提供更多资源、机会和支持，有助于创业公司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。通过理解和积极参与创业生态系统，创业者可以更好地把握机遇，获取资源，减少风险，实现可持续的创业成功。持续创新是创业维艰中一个关键的概念，它强调创业公司应该在产品、服务和业务模式上持续不断地进行创新，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技术环境。以下是关于持续创新的详细描述。不断追求创新。持续创新鼓励创业者不满足于一次性的创新，而是要不断地寻找新的机会、新的方法，并致力于保持公司的竞争力。市场导向。持续创新强调对市场需求的敏感性，创业者需要不断了解市场变化、用户需求的演变，以便调整和改进他们的产品或服务。技术创新。在技术领域持续创新意味着不断追求新的技术解决方案，采用先进的技术，并将其应用到产品开发中，以保持公司的竞争力。开放创新。持续创新鼓励开放创新模式及与外部合作伙伴、创新生态系统合作，共同推动创新。这可能包括与初创企业、研究机构、行业合作伙伴等的合作，快速实验和试错。持续创新要求创业者快速进行实验和试错，通过小规模、低成本的实验，可以更迅速地了解新想法的可行性，降低失败的成本。员工参与。创业者需要鼓励员工参与创新过程，建立一种文化，使员工感到鼓励提出新的想法，试验新的方法，并不断学习和发展。迭代和反馈。持续创新强调迭代和从用户反馈中学习。创业者应该不断尝试新的想法，收集用户反馈，并根据反馈结果调整产品或服务，形成持续的学习循环。跨界创新。持续创新也可以包括跨足不同领域的创新。创业者应该寻找不同领域的灵感，将跨界的思维和技术引入到自己的业务中。管理创新。管理层在持续创新中发挥着关键作用，他们需要提供支持，制定创新策略，并为团队提供足够的资源和自由度来实施新的想法。通过持续创新，创业者能够更好地适应变化，保持竞争力，创造出更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，从而提升公司的长期成功机会。本质性学习是创业维艰中的一个概念，强调在创业过程中的学习应该是深刻的、本质性的，而不仅仅是表面的知识获取。以下是关于本质性学习的详细描述。深度理解问题本质。本质性学习的核心在于深度理解问题的本质，而不仅仅是解决表面症状。创业者需要深入分析问题的根本原因，以制定更有效的解决方案。经验反思。本质性学习要求创业者不仅要积累经验，还要进行经验反思。每一次的经验都应该被视为一个学习机会，通过仔细思考和分析，发现其中的深层次教训。学习的循环。本质性学习是一个持续的循环过程，创业者不仅需要在面对具体问题时进行学习，还需要将学到的东西应用到实践中，不断地调整和改进。知识与实践的结合。本质性学习强调知识与实践的结合，
创业者不仅要通过阅读和学习获取理论知识，还要将这些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中，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掌握。主动寻求反馈。本质性学习包括主动寻求反馈的能力。创业者需要主动向他人请教，寻求建议，并对反馈进行开放式的接受和理解，以便更好地改进。从失败中学习。本质性学习要求创业者从失败中学到宝贵的教训，而不是将失败视为终结。创业者应该把它们看作是深刻的学习机会，为未来的决策提供更加明智的指导。问题解决的思维模式。本质性学习培养了创业者的问题解决思维模式，他们不仅能够看到表面现象，还能够深入挖掘问题的本质，以更有效地找到解决方案。对环境变化的适应。本质性学习还包括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。创业者需要不断地学习新的信息，适应变化，以保持对市场和行业的敏感性。通过本质性学习，创业者能够在不断变化和不确定的环境中建立起更深层次的洞察力，从而更好地应对挑战，取得长期的成功。